这绝对是今年最令人疯狂的女人。Diavolite。只见她点燃一根火柴扔在地上，白色披风瞬间销声匿影，露出绝美红色里，惊艳全场。别人走秀走 T 台，她却直接走车底，抢尽所有名媛风头。晚会名流云集，衣香鬓影，一车垃圾尽倒在门口。这出场方式真是荒谬绝伦！你以为地上是垃圾一堆吗？实则是百条破布做成的长裙，浩浩荡荡铺满整条街。他站在垃圾车上嚣张大笑，畅快淋漓。有他出场必定出乎意料引爆全场。他是时装界的顶流，号称没有人比他更懂时尚。到底是什么人敢这么狂？他就是狂放不羁的时尚设计鬼才库伊拉，一头黑白阴阳头简直美炸了。然而这阴阳头竟是天生的，加上出生单亲家庭，时常被人视作怪胎异类，这造就了他桀骜不驯的刚烈性格。但他打小就酷爱时尚，3岁就显现出不凡的设计天赋。自己设计的校服被同学嘲笑，回头他就将人按在地上一通狠揍，同学便报复将他扔进垃圾桶。然而老师和校长没人理解他，谈话记过更是家常便饭。校长忍无可忍，要让他退学。还好妈妈极力维护着女儿。And might I say, your school seems to turn out horrible children with no creativity or compassion or genius. 没有学校敢收库伊拉，妈妈只好带着她搬离这里。她告诉妈妈想去巴黎看摄政公园喷泉。妈妈知道女儿有个时装设计师的梦想，于是来到时尚之都巴黎，找曾经的设计师朋友求助。她让女儿留在车里等候，并将传家宝的项链送给了她。可库伊拉抵挡不住漂亮礼服的诱惑，悄悄溜进了时装舞会。T 台上时尚的服装光彩夺目，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到有归属感。但很快便被管家发现，无人放出3条斑点狗，斑点狗在后边穷追不舍。她一个翻身躲进了草丛。这时耳边传来一阵哨声，斑点狗竟准活奔向露台，扑向了正在和朋友谈话的妈妈。妈妈躲闪不及，坠下悬崖掉进大海。库伊拉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，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妈妈。妈妈的朋友向大家澄清道，他威胁我，问我要钱。斑点狗闻着味儿奔向草丛。库伊拉此时已经逃离了这里，但他落下了妈妈的传家宝。后来无家可归的他结识了2个小男孩，3个锅一起住在这栋破楼里，靠着偷盗勉强不被饿死。长大后的库伊拉懂得了隐藏自己的与众不同，染了自己的头发，破烂的房子也变得有了家的样子。不变的是他仍旧坚持自己的设计爱好，只不过他设计的服装是用来装扮身份，方便偷盗而用。但他从未放弃过设计师的梦想。看到时装广告牌总忍不住莫名伤感，伙伴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毕竟偷窃谋生风险实在有点高，于是伙伴偷偷为他谋了份时尚卖场的工作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。这家时尚卖场可是全城最时尚的地方。隔天他便来到摄政公园喷泉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。 Oh, I got my chance. The one I always wanted. Trust me, I'm going to keep my head down and make it. 可等他到了公司，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。每天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，完全跟时尚没半毛钱关系。他向上司提出橱窗陈列的建议，可上司却嘲讽他只配刷厕所。路过橱窗，他还是忍不住吐槽起来。I feel sad. Do you think that looks good? 被上司发现后，免不了一顿数落，他也只能忍气吞声，还罚他加班打扫整个卖场的卫生。他实在忍无可忍，偷拿了上司的酒喝得酩酊大醉，一上头便动手改造了橱窗的陈列。第二天醒来，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上司把他从橱窗里揪了出来，眼看着终于到了闯祸被辞退的境地。一片混乱中，男爵夫人出场。男爵夫人是顶尖的时尚设计师，他看到了橱窗里的作品，给了库伊拉从未获得的认可和赏识。 That girl put together a better window display than I've seen here for 10 years. 并将库伊拉收入了麾下。他的时尚设计天赋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男爵夫人审阅手下一位位员工设计的服装，全部给出了刻薄的评价。直到他看到库伊拉的设计时停了下来，他若有所思地打开折起的小刀，挥刀干脆利落地斩断两边多余的装饰。没有反应过来的库伊拉伸手去挡，被小刀割破了手背。男爵夫人抓起库伊拉的手腕，打量起那抹血迹。你以为他要安慰或道歉了吗？男爵夫人昂起头说 Fabrics? You get me red like that? 库伊拉心里满满的成就感。没多久，他设计的时装便出现在服装店，他也得到男爵夫人的赏识并晋升。本以为自己能就此出人头地，直到这天，他无意间看到男爵夫人所戴的项链，正是妈妈留给他的传家宝。他这才知道，当年和妈妈谈话的朋友就是男爵夫人。男爵夫人还说着对他妈妈轻视和侮辱的话。他终于意识到男爵夫人不是什么好人，自己的梦碎了。于是他开始计划把妈妈的项链偷回来，利用工作之便偷偷记下监控和保安的位置。这天男爵夫人举办舞会，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，借火柴点燃白色斗篷。魔法般展示红裙的一幕实在惊艳，与周围的黑白礼服形成鲜明对比。这酷炫的出场更像是浴火归来。他戴着面具，男爵夫人并没有认出他，并与他攀谈起来。这时库伊拉的伙伴端上来一盘老鼠，制造混乱。他趁机扯下男爵夫人的项链，然后扔给自己的狗狗。男爵夫人吹哨命令自己的斑点狗。库伊拉看着男爵夫人，一下想起了当年，正是他通过斑点狗杀了妈妈。
斑点狗抢回了项链，并吞进了肚子。库伊拉也只能暂时放弃离开。从此，他对男爵夫人的感情变成了极端的恨意，决定毁掉她的一切。小狗狗引诱出正在洗澡的斑点狗，成功将3只狗狗骗上了车。因为项链还在狗狗肚子里，必须让它拉出来。库伊拉大闹舞会上了报纸，这让男爵夫人很是不爽。这天伦敦晚会名流云集，男爵夫人一如往常成为焦点。一辆摩托车飞驰闯进会场，没错，又是帅酷时尚屌炸天的库伊拉，再次抢占男爵夫人的风头，登上了各大头版头条。之后，但凡有男爵夫人出场，库伊拉必到。伙伴将男爵夫人的车封住，库伊拉站上车顶，用裙子遮住车窗，踩着男爵夫人的名声，在时尚界跻身上模。裙子上写着 The Past， 意指男爵夫人已经是过去式。她以更潮流时尚的姿态出场，惊艳四方，用一个个招摇而富有创意的造型夺走属于男爵夫人的荣耀时刻。垃圾车倒下来的旧裙子也全都是男爵夫人曾经的设计，故意羞辱她的设计都是垃圾。主流报社纷纷报道库伊拉是明日之星，男爵夫人看到报道费都要气炸了，命令大家必须设计出超越库伊拉的作品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时尚服装正是出自库伊拉之手。这天，男爵夫人无意间发现库伊拉躲在走道悄悄设计作品，于是将他叫来办公室，将他的设计抢走，占为己有。殊不知这正中了库伊拉的圈套，金光闪闪的上百个珠链被串在了一件礼服上，整个房间里的人都为之夺目。男爵夫人也十分满意。夜晚，库伊拉派2个伙伴偷偷溜进来，故意制造成现场有人闯入。第二天，所有的参展的衣服都被锁进保险库中，这正是库伊拉想要的。等到参展这天，却发现保险库的锁被破坏，打不开了。可宾客们都在等着，无奈只能强行破开了保险库的门。门被打开的瞬间，无数只飞蛾从里面一拥而出，席卷了整个会场，彻底粉碎了这次活动成功的可能性。原来那一个个金光闪闪的珍稀金色珠饰是库伊拉精心特制的鹅卵。当衣服被存在保险库里时，蛾子一直在里面破壳而出。而这时，库伊拉出现在窗外的公园，开始了露天摇滚时装秀，身上披着斑点狗皮裙，精美绝伦，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，还是最美丽最诱惑的那一只。而男爵夫人在人群中发现了库伊拉的伙伴，于是偷偷跟踪来到他们的住处。毫不知情的库伊拉回到家被抓，男爵夫人此时才知道，原来库伊拉每天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于是故技重施，打算放火烧死他，制造成一场意外的假象。就在库伊拉奄奄一息时，恍惚中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。第二天，库伊拉不幸死于火灾的报道就登上了报纸。然而库伊拉并没有死，救他的正是男爵夫人的管家。管家将母亲的项链交给他，原来项链是一把钥匙，又交给他一个盒子，里面是库伊拉的出生证明。而他的亲生母亲正是男爵夫人。男爵是个宽仁的男人，但男爵夫人是个名副其实的自恋狂。得知夫人怀孕，男爵很高兴，将传家宝送给了夫人，又将遗嘱中继承人改成了女儿。男爵出差时，他命令管家将女儿杀死，但管家不忍心，于是给了一个好心的女仆，带着小孩远走他乡。这个女仆就是库伊拉的养母。男爵夫人骗男爵说女儿夭折，男爵伤心过度，日渐衰弱而死。而库伊拉才是男爵的合法继承人，一边是养育自己的养母，一边是杀害养母的生母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不知如何抉择。他来到摄政公园喷泉，这个地方在他看来象征着妈妈，是他的情感寄托。他对母亲说，我不是乖巧的斯黛拉，无论我多么努力，但我从来都不是，我是库伊拉，天生不凡，天生的坏人，还有点疯狂，就跟他一样，而我比他更优秀。现在我要走了，很多事要报仇报复和摧毁，但我会一直爱你。库伊拉开始实施他的终极复仇。男爵夫人为了重新找回公众形象，于是假借纪念库伊拉逝世，邀请宾客。管家偷偷拿到宾客名单，库伊拉亲自设计宴会的服装，并以男爵夫人的名义送到每一位宾客手中。宴会当天，男爵夫人傻眼了，所有宾客全部是黑白阴阳头的装扮，而真正的库伊拉就躲在人群中。他从背后用针悄悄扎了男爵夫人，并偷走了他命令狗的哨子，然后躲进房间换上另一套衣服。斑点狗听到狗哨就拽着男爵夫人往外跑。男爵夫人见到了屋外等着他的库伊拉，他放开狗狗并命令攻击库伊拉。 Get her！ 狗狗朝库伊拉飞奔过来。shit！ 原来在偷走狗狗后，经过长时间相处，他们早已有了感情。Hello, Mother, but you're so extraordinary. Of course, you're mine. The Baroness asks that you join her on the terrace. 于是所有宾客纷纷走出屋外，警察接到报警也正在赶来。 Can I hug you? you're not going to push me off a cliff, are you? 他还是低估了母亲的狠毒， Idiot. 被母亲推下了悬崖，坠入大海。而这一幕被所有宾客亲眼目睹。男爵夫人此时还想极力狡辩，库伊拉这次是真正的死了，不过死的是那个曾经的库伊拉。男爵夫人因故意杀人被逮捕。原来库伊拉在被推下悬崖时，早已提前换上了藏有降落伞的衣服。 All right, we should put on some music or something. 库伊拉志得意满地走进男爵夫人的庄园，他夺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遗产，也为养母报了仇。俗话说，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。凡是伟大的天才，都是带有疯狂的特征。但库伊拉不同，他融合了养母的善良和接纳，以及生母的天赋与才华，生活的苦难和波折，没有让天才被磨去棱角，甘于平庸，最终闪耀在世人眼前。那么手机前的你，是否已向现实低头，早已失去了自我？